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桃花映江山，权谋与深情交织下的爱情史诗，五星盛赞的荧幕传奇。在浩瀚如海的影视剧世界中，若说要找出一部既具格局又情感饱满，既有权谋较量又有爱情真挚的剧作，《桃花映江山》当之无愧。它不仅在视觉呈现上让人惊艳，更在心灵层面引发强烈共鸣。以下从政治联姻的非童话开场，生死之交的真情流露，伙伴战士般的爱情升华，视觉艺术与制作匠心4个角度，带你全景审视这部值得5星盛赞的古装大剧。1. 非童话的开场，政治联姻下的权谋游戏。传统言情剧往往从一见钟情、误打误撞的浪漫相遇切入，可《桃花映江山》一开篇就打破这种套路。沈在野与江桃花的相遇，不是甜蜜的邂逅，而是一场政治利益驱动下的精密联姻。破除幻想，从一纸婚约引发权力漩涡。他们的结合源于王朝与豪门之间权力的平衡与角逐。沈在野，一个身份显赫却深陷家族斗争的权臣；江桃花，出身名门，却因家族没落不得不嫁入权势中心。两人从一开始便是政权棋子，不得不戴上角色面具，为各自背后的家族势力维稳。这种从利益出发的开端并不俗套，因为它真切反映了古代宫廷与豪门现实：情感被利益牵制，个人被政治牵引。这种沉重感油然而生，让观众瞬间进入王朝 vs 家族的权谋漩涡中。他以柔弱为盾，他以坚韧为强。沈在野是典型的权衡利弊者，他深知每一步都关系朝局和家族荣辱。在剧中，他一句眼神的微妙闪动，一场宴会中漠然观察，都让观众看到权谋者内心的博弈与隐忍。江桃花则极具智慧，他清楚以柔克刚的道理。面对权力中心，他不以对抗正面硬冲，而是用笑容和缓的姿态做掩护，背地里步步反击。比如茶宴一幕中，他看似疏忽将失败书卷落在桌上，却让对手误以为有机可乘，结果一步步踩入他精心设下的圈套。这种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的策略，是他智慧的体现，也逐步让沈在野对他刮目相看。复杂关系下的必然结合，他们最初的婚姻如同冷酷的棋局下一枚棋子，然而命运无情地将两人绑在一起，也为他们潜藏的情感种下伏笔。沈在野在命运巨大漩涡中拼尽全力，江桃花在家庭傀儡身份背后展现出惊人的智慧和坚韧。正是这种政治联姻，强扭成桩的结合，反而成了孕育他们情感的土壤。2. 生死考验，真情伴着危难升华。如果说联姻是剧中两人关系的起点，那么真正催化情感升华的，是一次次生死边缘的考验。当真心被极端环境印证，爱情自然蓦然成型。一场箭雨中的守护眼神。剧中关键时刻，沈在野为护江桃花挡下致命箭矢，这一幕不仅仅是视觉冲击，更是情感的爆发点。镜头拉近，他的眼神从惊愕到坚定，他看见他倒下，喘息艰难，却嘴角带着疼爱与感激。这一幕剧透了生命代价与真情交织的重要时刻，也彻底颠覆了原先冷静相守阶段性的关系模式。观众的心跟着那剑入肉的咔嚓声停滞，随后紧跟母性般的泪流满面。这种前怕狼后怕虎，不怕一场死亡牌的突破，更让二人关系从互相利用的盟友升华为生死相依的伴侣。他的诡计与他未遁的双向守护。江桃花并非弱者，他能在议事厅等场合中下糖衣炮弹，能用话术巧转刀锋，能在背地里用毒草解了睥睨天下的敌人。他不是等待救赎的花瓶，而是掌控命运的主角。
而沈在野除了用剑保护他，还常将他智谋和环境变化如数掌握。他知道他聪颖，却仍会为他挡下风雨。这种他是智者，他为剑盾的组合，正是他们关系升华的标志。爱情在智慧与行动间产生互动，在合作与包容间熠熠生辉。3. 伙伴战士，爱情之外的信任与战斗。桃花映江山塑造的最高关系不仅是爱情，而是伙伴关系。无论权谋还是刀锋，无论宫廷还是江湖，他们都始终互为同盟与依靠。两个人在大是大非的层面上拥有共同信念，权力棋局上紧密配合。在谋局破局时，两人常有默契对视镜头。沈在野以权谋为主，将桃花以智谋为辅。他常在朝堂上布局，他在家中拆解谍影。在有朝一日朝堂陷入乱流，他们各自分担风险，他擎天护住门面，他逐渐渗入权力核心，为他出谋划策。当旁人质疑他太软算计，江桃花却用事实反驳，不见风涌逆流时，你不知道他真正有多坚定。而沈在野也在朝堂上为他拆解谣言，他是我的谍者，也是我的爱情。并肩作战，共享鲜血与荣耀。他们共同经历的危局，从家族暗杀到宫廷政变，再到异族入侵，每一次危机，他们都未曾分离。甚至有一次案发夜，紧张之中，他为他清理血迹。他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无论明日如何，今日我还在你身边。”当浴血鏖战中倒下的男人和为爱埋泪的女人望着彼此，那一刻，他们不只是爱人，而是彼此的信仰，是在乱世中的战友。彼此用生命捍卫信念，用感情铺就光荣之路。4. 视觉盛宴，匠心冲击下的美学体验。场景与服饰每一帧皆是画作。桃花映江山的制作团队在美术设计上用心至极。宫廷厅堂大气磅礴，金碧辉煌的太和殿，飞檐金瓦的御花园与深邃影响力的政务厅，营造出气象恢宏的权力中心。人性与权谋奔腾于这些场景中，正如中国水墨渲染般，暗红、墨黑、灰蓝之间潜藏火焰与冰霜。服饰设计也是一大亮点。沈在野的朝服以藏青为主，稳重中带一丝权威气质。江桃花的彩袍则多层绣花点缀，以寓意不屈的花心。每次出场，她的发饰、衣袖都配合剧情氛围微妙调整，笑时轻盈，悲时素雅，战时裸露肩膀加铁链，让人一秒入戏。情感微妙之处尽显演员工匠精神，演员的演技更为这场视觉美感加了温度。沈在野由演员精心控制情绪，他的眸光可柔可倔，妙处在于小动作，他抿唇、皱眉，两手交叠时的力量，都能传递他权谋者背后那颗仔细而柔软的心。江桃花的演技同样可圈可点，他的笑不是无邪，而是带着城府；他的落泪不是悲，而是希望。他在众人面前撒娇让他侧目，在私下背后布局时眼神却又冰冷干练。双面表演既分明又整合，塑造了她作为女性权力角色的多层次。5. 细节情感，语言文字里的心动瞬间。剧本中的台词设计也极具细腻感。以下几点是让人久久难忘的对白片段：若是天下苍生皆苦，他便是我心唯一希望。沈在野在深夜对母亲说的话，既是誓言，也为自己爱情探明方向。你以为你是在救我，其实是在救自己的寂寞。江桃花嘲讽沈在野的独行者情节，让观众见识到他的剖白与清醒。今日你为我挡刀，来生我当你后盾。这场在战地营帐中的承诺，是两人关系的归宿点。这些台词没有太多华彩，却饱含信任、理解与内心共鸣，成为观众津津乐道的名场剧。6. 宏观意义，情感中的力量与时代共振。
桃花映江山让我们看到，爱情之所以动人，不仅因为相守，更因为彼此成为力量的源泉。这种感情不仅仅是我爱你，更是我们一起对抗世界的共同信念。这在当下社会语境中也引发了共鸣。无论面对何种困境，只要彼此支持，就能跨越荆棘。另一方面，剧中对于政治、家国、权力斗争的刻画，也使它不仅是情感剧，更具有社会隐喻意义。沈在也面临朝堂、家族和国家三重抉择，将桃花面对欲望与现实的拉锯，正在让人看到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之间如何相互作用。这是编剧的深度，也是这部电视剧值得反复品味的原因。综合来看，《桃花映江山》无论在叙事深度、人物塑造、演员表演、视觉美感还是情感共鸣上，都达到了难得的高度。它让我们在权谋迷局中看到爱情的光芒，在危机爆发时感受同生共死的力量，在精美画面中体验中国古典美学的震撼。这种从联姻暗中较量到生死相守并肩作战的情感转变，无疑是对观众的情感拉扯与心理满足。正因如此，我毫不犹豫给予它5星盛赞。它不仅值得我们在热播时代观看，更值得在平静之后重回剧中，品味其中智慧与柔情。在这段跨越权谋与爱情的史诗旅程里，我们看到了爱情也能成为利剑与盾牌，是追求信念和真心的勇敢。在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，《桃花映江山》带来的不只是故事，更是一种关于爱与忠诚的精神投射。如果你还没观看它，强烈推荐从第1集开始用心品味。如果看过，也期待我能在评论里、观剧感悟里重新相遇。让我们一起在这股桃花风暴里找到共情的力量，找到爱与成长的信念。